最近的俄乌战场又发生了几件大事。赫尔松方向，乌军摧毁俄军第7空降师的总部。更有意思的是，俄罗斯真的把克里米亚与赫尔松左岸地区新招的动员兵，在未经训练的情况下，就直接补充进第28集团军，然后部署到赫尔松左岸地区。这是给乌军刷数据来了吗？同时，哈尔科夫方向战事再起。根据战争研究所9月19日的消息，乌军的破坏和侦察小组在安东诺夫斯基桥以东约12公里以及新卡霍夫卡西北登陆，并且远程摧毁了俄军第7空降师位于赫尔松地区的总部。战争研究所没有找到视频证据，俄罗斯国防部也没有报道。不过这个消息被贴在乌克兰总参谋部的 TJ 频道上，大概率是真的。而且听说炮击发生的时候，俄军 VDV 正在进行正常训练，损失惨重。除此之外，还有消息说乌军的海马斯亲切问候了赫尔松希拉登斯克市，俄军第28团的指挥所就在这地方，多名官兵伤亡，依旧是没有完整的视频和图片。不过就乌军的战术来看，这完全有可能。虽然因为海马斯的袭击，俄军指挥所普遍后撤至海马斯射程之外，但是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战线没有变化。之前火力军就已经说了，乌军已经将部分重型装备转移至第聂伯河左岸，海马斯或许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这种贵重物品大概率都是在后方偷袭，但就算如此，海马斯的射程已经可以覆盖大半个赫尔松左岸。俄军的指挥所除非挪到克里米亚，要不然跑不掉。而且如果按照第聂伯河左岸的战况来看，俄军指挥所被炸只是开始。地面战斗方面，从科扎奇到奥列斯基到金伯恩沙嘴全都有战事发生，并且乌军还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其中在金伯恩沙嘴，乌军歼灭了俄军的突击队，将自己的阵地继续向前推进。会出现这种情况，火力军一点都不会惊讶。在之前的俄军第205团覆灭那期视频里，火力军就已经说了，第聂伯河左岸的俄军兵力不够，第49军的精锐部队第387旅被调往扎波罗热，俄军很难完成赫尔松的防御工作。而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俄军已经不择手段了。最新消息显示，俄罗斯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左岸地区新招的动员兵，在没有经过训练的情况下，就补充进第28集团军，然后填到赫尔松左岸前线。如果兵力足够，这样干火力军不会说什么，好歹还有老兵带一下。但是在兵源紧张的情况下，将没有接受训练的新兵派到前线，那就是妥妥的送人头，帮乌克兰刷数据。火力军预测一波，接下来一段时间，俄军的伤亡人数会飙升。除了赫尔松方向，哈尔科夫也出现了新变故。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这是要再次爆发大战。9月16日前后，俄军第6集团军下属第138旅突然跨越奥斯基尔河，对乌军在德沃里奇纳的堡垒区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个动向是不是可以认为俄军这是准备在哈尔科夫方向发动反击？除了这些，乌军与俄军都开始在库皮扬斯克方向备战，其中俄军在卢甘斯克地区集中了2支大型作战部队，准备兵分2路抵达奥斯基尔河。这里配备了俄罗斯最好的部队，第1坦克集团军的4个装甲坦克师目前正在强行清理雷区，并征召民用车辆，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机械化部队进攻。乌军则是打算在库皮扬斯克方向组建2个打击群，目前正在库切罗夫卡与波德尔村附近集结部队。按照俄罗斯军事专家的说法，乌军打击群接到指令后，会将俄军部队围困在彼得罗巴甫洛夫卡地区的半圆内，同时还会对侧翼的俄军构成一定的威胁。除此之外，在东部战线库皮扬斯克莱曼方向，俄军围魏救赵的计划已经失败，进攻已经停滞，战区一片平静。不过，俄空袭了 H26 高速以北的库皮扬斯克与伊万尼夫卡城区。而且9月19日的时候，网上还流传了一段视频，俄罗斯使用装甲纵队攻击库皮扬斯克，却被乌军全歼。在一片很小的场地内，超过10辆坦克被摧毁，其中包括价值超过400万美元的 T90M 以及几辆最新改型的 BMP3 和 TOS1， 旁边还躺了数十名俄军士兵，稍微有点惨。只是网上流传的东西可信度不大，如果是真的，那就只能说明俄军的第2轮大反攻提前开始。原先的说法是9月26日启动。从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的战况来看，之后大概率会爆发一场大战。俄军的目的还是跟原来一样，减轻扎波罗热的压力。只是就俄军当前的人员装备情况，是否有能力再次拉长战线，真的说不准。
战力究竟如何也是一个未知数。之前为了抵御乌军的大反攻，俄军将第41集团军从库皮扬斯克抽调至巴赫穆特与扎波罗热。只是俄军现在很缺人，第41集团军走了，就只能让后备军第25集团军一个菜鸟部队来守卫卢甘斯克。第25集团军是俄军刚组建的部队，训练装备严重不足，更别说配合了。按照战争研究所的说法，第25集团要么人手严重不足，兵力存在严重空缺，要么训练严重不足，跟俄军去年秋天的那些动员兵一样，上战场就是当炮灰。至于巴赫穆特方向，除了72旅被干掉，第31旅也是损失惨重，旅长与3名营长都被击毙了。乌军拿下克里西夫卡和安德里夫卡确实挺振奋人心，而且具备一定的战略价值。这两个村庄距离巴赫穆特的 T0513 公路很近，切断这条公路就能限制俄军向巴赫穆特运送补给、弹药和增援部队都将变得更加困难，俄守军的实力自然会一步步下滑。也正因如此，俄军这地方部署的都是精锐部队，比如俄罗斯近卫第31空降突击旅，在俄军的编制里，只要带近卫这俩字，没有很菜的。不过在乌军的进攻中，第31旅的旅长库德拉什金上校在克里西夫卡争夺战中阵亡。目前还没有确切的阵亡原因，不过有消息说，乌军先是使用海马斯打掉了俄军2个野战防空系统，之后乌军米格29投放 GDAM 攻击了俄军一个指挥部。按照当前的情况来看，康德拉什金上校大概就是在这次协同攻击中阵亡的。有意思的是，这还是一场恩怨局。近卫第31空突旅算是俄军的精锐部队了，去年2月24日的时候，就是第31空突旅最先动的手。只是夺取机枪的行动失败之后，被地为精锐也要部署在前线，从突击队员变成了救火队员。其中马里乌波尔就有第31旅的身影。巧的是，现在进攻巴赫穆特的主力就是由亚速营扩编改组的乌军第3亚速突击旅。乌军击毙康德拉什金上校，算是报了去年马里乌波尔的一箭之仇。这一次俄军旅长阵亡，俄军大概率又犯了一个老毛病，指挥官过于居前，通讯保密不严，要不然战事出现不利局面后早就跑掉了。当然，站在战争全局的角度来看，乌军拿下克里西夫卡和安德里夫卡，并不代表巴赫穆特已经握在手里。T0513 公路以东的10几个据点依旧在俄军手中，乌军想要继续啃下战略要地，还是需要费一番功夫的。火力军估计，乌军之所以在巴赫穆特发起强攻，主要目的是将俄军的精锐部队定死在这儿，让他们没办法去支援托克马克，同时还能凭借火炮优势持续消耗俄军主力部队，牵制俄军东部进攻集群力量。之后，巴赫穆特的战线大概率会陷入一段时间的平静期。最后就是拉姆施泰因会议，火力军就简单做一个总结。9月19日，第15届拉姆施泰因会议在德国召开，这是乌克兰新任国防部长乌梅洛夫首次参加该会议。会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表示，乌军已经恢复了超过 54% 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并掌握有战略主动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是呼吁各国为乌克兰提供弹药，特别是防空导弹。乌俄战场将进入下一个冬天。说实话，奥斯汀说的挺有道理的，包括英国国防情报部门在内的各国机构和专家都认为，俄罗斯很可能在囤积导弹，准备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对乌克兰发动空袭，从而让乌克兰的电力生产和传输出现问题，加大乌军的后勤压力，削减乌军的反攻力度。这就需要西方国家赶紧行动，援助防空导弹。而且按照奥斯汀的说法，一批 M1 坦克即将抵乌，美国境内也在对乌克兰的飞行员进行 F-16训练。同时，为了确保乌军在冬季来临之际拥有自卫所需要的一切，各国也援助了一些东西。目前，拉姆施泰因会议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760亿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金额已经超过了俄罗斯2021年的军费开支，这次自然也不例外。丹麦再次援乌45辆坦克，包括30辆豹1和15辆 T72。德国宣布4亿欧元的新一批军事援助，捷克宣布在丹麦和荷兰的资助下，将乌克兰提供 T72EA 坦克。挪威将向乌克兰援助50辆 M548 运输车，英国将向乌克兰移交数万枚炮弹。当然了，拉姆施泰因会议对后续的战场到底做了什么安排？今后准备提供多少武器？准备提供哪些武器？不是语言不详，就是数量完全不够。就比如是否援乌 ATACMS 导弹的问题，奥斯汀就拒绝回答。
还有德国金牛座，之前美国与德国就讨论过是否援乌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准确的答复。估计美国什么时候确定援助 ATACMS 之后，德国才会援乌金牛座。值得一提的是，按照美国的说法，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如何使用完全取决于乌克兰。虽然美国依旧不希望乌克兰使用美国的武器袭击俄本土，但风口已经松动，武器也快了。总的来说，就目前战场情况而言，乌克兰肯定不会输掉这场战争。战争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巴赫穆特方向俄军3大精锐第72摩步旅、第31和83空突旅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大部分重装备都已损失。俄军在扎波罗热西部的损失大幅增加。乌军最近取得进展之后，一些在反攻早期阶段经常与乌军交战的俄部队，包括第42摩托化步枪师在内，似乎都伤亡惨重，目前已经失去战斗力，并撤离了前线。最近没有发现关于这些部队在扎波罗热州西部参与战斗的报道和录像，仅剩的俄军士兵只能苦苦挣扎，因为俄军缺乏愿意横向调动到这一战线的有效作战部队。乌俄战争从1小时22分拿下基辅，3天打穿乌克兰开始，中间俄军经历了基辅、哈尔科夫东部、赫尔松和莱曼4次战役的失败，主力部队损失惨重，重型武器所剩无几，连还有一定进攻能力的瓦格纳也已经不复存在。单论常规军力，俄军已经没办法战胜乌克兰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在巴赫穆特继续强攻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